近期，中国红箭负2018对抗演习传出信息，歼20首次战败。作为中国新一代隐身战机，歼20具备碾压3代机的能力，面对歼10C 和歼11B，甚至打出10-0的全胜战绩。此次演习中，2架歼20负责扮演敌军隐身战机非法入侵，北部战区30多个单位联动，将歼20驱逐出境。那歼20隐身战机为什么会战败？对抗击美国 F-22有何帮助？歼20隐身战机此次演习，北部战区调动了歼10C、歼11B 战斗机、空警2000分之500预警机等30多个单位的力量。歼20使用俄罗斯 AL-31发动机，推力不足，只能使用压抑和气动布局来弥补。但歼20的雷达发射功率24千瓦，世界第一，光传操纵系统让歼20有很好的操控性，但歼20的压抑和尾吞口破坏了隐身性。发动机也不具备矢量能力，那拥有科幻外形的歼20真实能力如何？中国空警2000预警机在美国举行的军演中 ，F-22对抗3代机，打出了144-1的悬殊战绩，仅有的败绩还是电子战机通过强大的后勤支援才获取的。歼20对抗3代机也打出过10-0的战绩，那抗击隐身战机呢？此次歼20模拟 F-22突入中国领空，北部战区出动歼10C 和歼11B，在预警机、电子干扰机、预警卫星的帮助下，成功围剿歼20，这让中国积累了对抗隐身战机的宝贵经验。美国 F-22隐身战机，根据此次演习的细节来看，北部战区的防空体系涵盖了空警2000。空警500预警机以及米波机动反隐身雷达，必要时预警卫星助阵，探测能力极强。此次中国暴露歼20的缺点，反映出对防空体系的自信。F-22就算隐身能力再强，也不会悄无声息。如此强大的搜索体系，引导歼10C 和歼11B，完全可以击溃 F-22。在对抗 F-35或者是 B-2隐身轰炸机，都有必胜的底气了。北约每年都会举行多场军事演习，但军演的地点越来越靠近俄周边地区。继参加在乌克兰举行晴空负2018联合军演后，美军正在参加3叉戟节点联合军事演习。据悉，这场演习有5万名官兵、65艘战舰、250架飞机和上万辆坦克参与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美军还派出了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参与演习。那么，面对美军航母战斗群逼到自己的家门口，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呢？北约频繁进行军演，对俄形成围攻之势，俄罗斯也以军演进行回应。日前，俄罗斯举行了大规模战略核力量演习，白杨 FUM 洲际弹道导弹、北风之神级战略弹道导弹和潜艇、图负160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核力量悉数登场，以增强对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威慑能力。同时，俄罗斯还强调，俄将继续提高武器装备穿透反导系统的能力。这显然是针对美国而来，因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可见的未来，具备强大的导弹防御体系的国家暂时还只有美国。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要使其威慑可信，就必须做到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体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俄军已经装备匕首新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这也是世界上首型实战部署的超音速导弹。据资料显示，匕首高音速巡航导弹与伊斯坎德尔 FUM 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十分相似，但匕首导弹承袭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全部优点并有所发展，展现出优秀的机动能力和强大的突防能力。匕首导弹最大飞行速度超过了10马赫，而美军现役的爱国者标准3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最大速度均小于10马赫，这意味着美军的反导系统很难应付敌手的精确打击。目前，美军的杜鲁门号航母在挪威海摆开阵势，火力全开，与北约盟国实施联合演练。据悉，俄匕首导弹已部署到在米格负31战机上，担负作战值班任务，随时可起飞迎战。
此外，匕首导弹还可以装备苏 -57隐身战机和哈斯基级多功能潜艇上，其中哈斯基级潜艇大量使用生引复合材料，采取整体降噪技术，隐身性能优越，动力系统强劲，机动性能好，兼具攻击型和潜艇、巡航导弹和潜艇和弹道导弹和潜艇的功能。装载匕首高音速巡航导弹后，具备在航母编队反潜圈外实施打击的能力。苏 -57隐身战机若携带匕首导弹，打击距离将超过2000千米。未来，第5代战机、第5代和潜艇同匕首导弹的结合，将担负起俄军反制航母战斗群的重任。进一步来说，即便是现在美军胆敢使用航母实施突袭，俄匕首超音速导弹也绝不会手下留情，并有足够的能力让航母成为活靶子。提起枭龙战机，大家想必都不陌生。这款战斗机是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的提出的合作研发战斗机的提议后，由中巴合作研制的一款新型战斗机。这款战斗机的主要设计和研制单位是中航工业成飞，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体则深度参与了该机的设计研制工作。研制期间，巴方曾一度要放弃该计划，但在中国的坚持下，这款战机的研制工作才不至于流产。最终，一款具有超视距作战能力和第4代战斗机标准作战能力的新型战机横空出世。在这款战斗机研制成功后，中国空军并未采购，巴基斯坦空军则从2007年开始正式列装该机。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在国内建立了生产线，让巴基斯坦首次拥有自己的军事生产线以及战机生产能力，不必完全依赖进口外国战机，防止再出现被卡脖子的事情。在枭龙战机研制成功后，研发工作并没有立即停止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枭龙战机的各方面性能和作战能力，依托成飞强大的设计研制能力，中巴两国继续发力，在枭龙战机基本型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和升级，陆续推出了 Block 1型、Block 2型等型号。相比基本型的枭龙战机，在航电设备、雷达系统、飞控系统、可用的武器弹药种类等各方面都进行大幅的改进。从 Block 2型开始，枭龙战机还加装了空中加油系统，进一步扩大了其作战范围。此外，战机的对海陆打击能力以及电子战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。如今，枭龙战机已经发展到 Block 3型。该型枭龙战机在 Block 2的基础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大幅升级，还将配备 KLJ-7A 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据悉其整体性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。有消息称其可能能够媲美美制 F-16 Block 52战机。目前，巴基斯坦空军已经装备和订购了约200架左右的枭龙战机。在这款战机自用的同时，巴方还和中国一直在积极寻求海外买家，将该机推向国际军火市场。目前已经有2个国家采购了枭龙战机，分别是缅甸和尼日利亚。其中，缅甸空军采购了16架，而尼日利亚采购了6架。根据最新的消息，缅甸空军的首批枭龙战机已经交付数量为6架，并已经在缅甸飞行员的驾驶下开始进行飞行，但交付时间则没有透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不久前，缅甸空军刚刚损失2架战机，而这批枭龙的交付正好弥补军机损失后带来的战力缺失。据美国海军第7舰队官方发布的消息，美国海军陆战队2架 F-35B 战斗机10月23日在东海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训练，出动了1架 KC-130J 空中加油机为 F-35B 战斗机进行加油。美军 F-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。美军称这2架 F-35B 战斗机来自 VFMA 121中队，该中队在2017年初部署到日本延国基地，是第一个在我国周边城建设部署的美军第5代战机中队。F-35B 是 F-35 3个型号中的短距垂直起降版本，由于安装了2级对转升力风扇、3轴承旋转喷管、滚转控制喷管等，导致自重有所增加，所以航程和作战半径较基本型有所减少。但通过空中加油可以弥补短腿的劣势。美军 F-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，
根据美国军事时报此前报道，9月，美国官员证实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-35B 战斗机在阿富汗执行了首次作战任务。CNN 说，以色列5月宣布曾使用 F-35进行过第一次战斗任务，但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细节。不过，就在上个月28日，一架 F-35B 型战机在美国坠毁。CNN 报道说 ，F-35B 型战机坠毁事故调查的初步数据显示，油管可能存在缺陷。美国随后要求所有 F-35停飞并进行检查。美军 F-35B 近期美军战机在中国南海、东海附近频繁活动。据报道，一架美军 B-52轰炸机8月23日从关岛起飞后，经宫古海峡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，靠近燕园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坚大校对此回应称，中国军队起飞战机进行警戒监视，并做好其他应对处置准备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27日。也就美国轰炸机飞过东海及南海海域回应称，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，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旗号，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。